今天播客有一位千呼万喚的嘉賓，你知道你在我的千呼万喚吗？真的超多人喊我跟你錄播客的。Oh my God， 没想到吧？没想到。感覺自己現在很紅嘛？我只是覺得能上老闆的，哎呦媽呀，得了吧！哎呦，嚇死了。这是我的校友，是我的師姐，對，我的師弟王安宇同學，也是我們公司的員工，我看着長大的孩子。陰地的，怎麼忽然媽味這麼重？確實是。我們合約是不是快到期了？還有1年，但是會有未來的，我相信。我認識王安宇的時候，他真的就是一個小孩，大2的時候吧，19歲，剛剛上大學，大2，對，沒錯。就被我們截胡了。時間過得好快啊，真的。我剛認識安宇的時候就覺得，這小孩長得挺帥，人有點呆。現在人也變齡了。變齡了嗎？變齡了。那是誇獎。你覺得這10年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比如說你當時簽約我們的時候，你那時候想過你10年以後是什麼樣子，或者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嗎？以前好像有回答過這種問題。因為簽約的時候，我要的要求其實就是保底工資，是的，和一個固定的住所。因為我們當時橫向對比了好多家公司，原來是靠這2點打動你的。然後萬萬没想到，因为我們的條件有這個保底工資，加上租房的合約在，其實當時想法就是能夠成為一個白領。拿一個能夠像大城市生活的白領一樣的生活的境況就可以。可是你當時讀廣院播音專業，不是想當主持人嗎？其實更想做一個類似於現在在做的這種，就播音員或者是電台主播。你現在也可以做，你開個播客不就行了嗎？播客其實還是這2-3年特別興起，但那個時候感覺還沒有過這樣的想法。那會兒就是午夜電台主持人。你是喜歡聽電台還是？我小學的時候當過我們那邊地方電台的廣播電台兒童廣播員，就是小喇叭工作的那種嗎？不，也是跟大人一起聊天，給大家開心，然後給大家放歌這種。所以那個過程是快樂的，開心的。每週5放學之後，我就會去餘姚電台。那時候有收入嗎？肯定沒有啊，就是一個好玩的事情。對，然後那會兒的嗓音條件就還可以。就被選中了。對，就被選中了。那小時候的你是那種招人喜歡的小朋友嗎？我覺得是吧，因為我從4年級開始學打鼓，然後那個時候如果你會一項樂器是比較受歡迎的。然後小學那個時候也還沒有變胖，所以依然有着比較瀟灑的容貌。初中到小學吧，就到發胖之前，我覺得都還挺受歡迎。因為我還記得有一張照片，我在敲架子鼓，然後旁邊有很多同學圍着我一起跳舞的一張照片，雖然沒有太清晰的印象，但我覺得那個時候應該還可以。那你是什麼時候變胖的？5-6年級吧。然後胖了多少年？胖到發育之前，差不多初3高1這個樣子，胖了3-4年。那就是15歲16歲，那就是青春期的過程是在一個胖胖的身體裡存在着的，是在一個被拉長的過程裡。因為剛開始身體開始出現變化的時候，就發現個子變高了，但體重沒有太大的變化，就感覺抽條了。我覺得有個變化的過程，有個小蛻變。這個過程中依舊還是很受歡迎的嘛？在蛻變的過程中嘛，又開始變得受歡迎。我覺得，因為胖的時候其實反而會被人欺負。受不受歡迎這件事情在你的生活中重要嗎？他人的評價對於我來說是重要的。不管是討厭或者是喜歡，都會有影響吧。今天在做這份工作，時至今日依然如此。我覺得這個是從小會帶到現在的一個習慣。你會視之為一個問題，然後想要去解決它，還是？對，完全是。因為我之前曾經寫過一句話，過於關注你們的評價會影響我的判斷。就是我知道這個是有問題的，或者說這個是不利於我自我進行判斷的，但是依然是一個修行在功課當中。因為我是個完全不在意他人評價的人，但並不是一開始就不在意，他是經歷了一個非常真實的過程。就第一個過程其實是因為我做經紀人嘛，陪伴過很多藝人的這個過程，就我發現其實好像他人的評價除了影響這個人此時此刻的情緒之外，他影響不了什麼。
因為一個人的成就是由喜歡他的人決定的，不是由討厭他的人決定的。而大部分討厭的人給你的負能量，就是會影響你的情緒。後來我就發現，真實生活中那些接觸過你的人，那些跟你合作過的人，他其實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他不太會受到這種外界的評價的干擾。這是我意識到第一點。從很功利的角度來說，他人對你的評價其實沒啥，就是沒啥影響嗎？對，就沒啥真正的影響，而他唯一影響的就是你的情緒。然後我就會有一種有意識的，既然它是影響我的情緒，那我調整我的情緒，我就不受它影響了，我就會有一種這樣子的感知。還有另外一個過程，就是你的自我變得很強大，之後你對自己的判斷很確信，比如有人說你胖了，你不太確定自己是不是胖了，或者是不是胖了以後变得不好看，你就會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胖了，我是不是要去調整我的形象了。但是比如像我就很確定，我胖了瘦了都好看，我是發自內心的覺得我是好看的，所以我就不會受到他人觉得我胖瘦對我的影響。明白。这种感受是你對自己的篤定。這個篤定我之所以自信，是因為我有些並沒有的優點，別人誇你的時候我也知道就是我沒有，我不會因為他說的是好話我就全然的接受。就是有一天當我忽然意識到，如果你要做到對批評毫不在意的時候，你要對讚美不為所動，其實你就可以做到了，因為它是一體的。因為很多人是只能接受好听的話，誇我的，我说好的好的，罵的就聽不進去，就罵的你有病，這是不行的。就是他得一視同仁，你是不介意的時候，不是只聽不介意不好的，好聽的你要不介意，不在意，他不波動你，那你就可以平靜了。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蠻漫長的過程。而且我現在我覺得我個人的狀態還更在反面，就是誇讚的時候我會有一定保持懷疑態度，然後負面的能量或者情緒反而會吸收得更快一點。但我覺得負面評價只能影響情緒，這個我雖然道理懂，但是我還是覺得第二點現在對於我來說可能更直觀的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我先讓自己變強大这件事情。最近就發現就是心態真的很重要，雖然說我還是一個堅定唯物主義者，但是唯心主義的一些東西其實有在影響我。3-4年前跟現在發生過一件同樣的事情，那個時候那一件事情就影響了我非常長的一段時間，就相同的事又一次發生的時候，也有可能是因為經歷過了，但現在就會更快的調整好狀態，甚至就是不到1周3-4天，但那個時候可能有1個月的時間內耗了很久，但現在就會比那個時候速度更快，自我調整的速度更加有效率。我覺得就是可能比那會兒更強大，就心境強了很多。我昨天見了2波朋友，就給他們推薦了一個方法，叫做祥林嫂治癒法。什麼意思呢？就是當你感受到你被冤枉了或被委屈了，你就開始抱怨，見人就抱怨，就使勁說，釋放，我太慘了，我怎麼這麼慘，他們怎麼樣，說到那一刻你把自己說煩了，你就會覺得哇，我為什麼一直在嘮叨這些事情，我也太沒用了吧，我怎麼每天在嘮叨，然後那一刻你就好了。就是你把你的負面情緒推向一種極致，推到一種我也不處理它，我也不積極的鼓勵自己，我就讓自己爛掉，然後爛成一灘泥之後你就可以重塑。就是這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從來沒有在我的人生中出現過。我覺得下次你可以試試。 OK， 就像有時候比如我特別喜歡吃一個東西，我知道持續吃不對，我就吃到我吃到膩，在那一刻你就可以不吃它了。就是這是我經常拯救我自己的一個方式，就是不要阻止自己的負面情緒，就讓它流淌過去，終有一個終點。因為一件事情不可能沒有終點，那你不如快速到達終點。你就讓自己消耗殆盡盡了就好了。明白。因為我非常相信能量是流动的，就是否極泰來，一個事情爛到頭了，它就一定會好起來，就是波峰波谷嘛。所以在一個事情很好的時候，我也通常会有警惕心。對，說好聽點叫運籌帷幄，實際上就是你知道這個事情下一步就會不好了，有時候我會提前讓它不好。當你這個事情不好的時候，你不知道它會朝哪個方向不好，但是你提前讓它不好，它是不好在控制之中。對，其實這是一種處理事情的方式。就像可能一個冰淇淋，融化了它就要坍塌，你不知道它從哪個角落坍塌，可能你會粘在手上，粘在衣服上，但你給它挖一個口，它就從這流下來，那你就知道了，你是可以控制它的。
從物理學上，有一個詞兒叫熵增定律。对，就是比如說一個球往地上扔它一定會停下來，因為它會產生一個阻力，這個阻力最終會讓它停下來。你看我們公司不是老變來變去嘛，就一個公司它一個模式運行久了，根據物理學的熵增定律，它就一定會出問題，最後一定會毀滅。所以你要在它的自然毀滅發生之前你先動，然後它就破壞它的運行軌跡，然後它可能朝着另外一個方向又可以繼續滾下去。你看我經常有一種斷尾再生的狀態，就一個事兒好好的大家都覺得好好的我忽然不幹了，然後我幹個別的事情，是因為我已經看到那個趨勢了，我就會掐死自己，然後再換一種方式。突然你的很多行動變得合理了。我都沒有問過你這個問題。比如作為經紀公司的老闆的我和你，你看我的很多行為你会覺得很荒謬吗？或者很不合理？其實還好，因為我也水平嘛，然後也有的时候會做出類似的舉動，但是反而我有的時候可能沒有你這麼有魄力吧。就比方說我真的就出國了，然後國內你們然後我要提高我自己啊，包括我選擇一條路，就是我要去看我沒見過的世界什麼的。因為2年前我也有過相同的想法，我甚至比你還对对对，真的就是更早一些就出现这個，所以你能去的時候我還有點羨慕你呢。就是確實可以放下手頭上的一切，真的是去看一下自己想經歷的事情，或者說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或者怎麼樣。你又之前對我說過一句話，讓我好好工作但我確實自己也認為現在還不是一個合適的時候吧。對，比如說我為什麼要這個40歲去留學，是因為這個。你覺得晚嗎？我覺得這是正好的時候，因為我再早一點去留學，其實我覺得我跟所有的留學生是沒有區別的。我就是體驗了一下在國外的生活。但我現在去留學，我是可以直接走進我們院長的辦公室去跟他談合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嗎？就是其實哪怕是同樣一件簡單的事情，但是你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去做的時候，它的收益會不一樣。比如說我覺得你的事業現在正在上行階段，在這個上行階段的時候，你就應該把你的事業走到更高的地方去，這個時間的有效利用是最高的。大家都會高密度工作的時候，你投入在工作裡，它回報最高。因為我們整個行業減產嘛，很多事情其實你都做不了。那我走1年，其實可以跳脫出來，看看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變化，在這個世界的變化和我個人的能力裡，去找到一個我更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覺得它就很值。那你覺得找到了嗎？找到了。是什麼？接下來第一個，我現在在做我們的播客制作公司。我觀察到一個趨勢，就前幾年短視頻不是很流行嘛，包括短劇的爆紅。但我現在發現，其實短劇是一個情緒過渡產品，就是很多人對短劇很上頭，但他可能看1個月他就再也不看了，就是這個東西他就膩了。我認為還是長的有質量的東西是會打動人的。雖然我們影視劇在減產，但是精品的作品它是一定會持續存在着的，這第一點。那麼我也發現到很多人其實比如我們的播客為什麼流行起來，是很多人真的想聽一個完整的表達，他想沉浸式的在一個聲音裡或者在一個故事裡。所以我覺得它會是一個慢速的但必然有增量的過程。我覺得未來的商業啊，一個事情服務一類人，那有的人就喜歡短平快的東西，有的人就喜歡深度的東西。短平快的東西可能我們都不喜歡，那我們就不為他們服務，我們為那些我們可以服務好的人服務就好了。所以我覺得我就是在做這個播客制作公司。明白。然後第二個，我在做一個新的概念，叫做超級創作者。未來會產生綜合性人才嗎？對，我覺得未來會產生很多新的超級創作者。就是我對 AI 其實是沒有恐懼的。比如說我在洛杉磯讀書的時候，我看到我有一個同學，他在 Instagram 上做了一個賬號，他就是用 AI 做小動畫，他1個月之內漲了幾百萬粉絲。我看到很多作者，他可能過去只能寫文字，但因為現在有 AI 了，他可以把他腦子裡想象的東西呈現。對，這個時代其實給那些有想象力的人更公平的機會。你過去你可能得拉投資，你得找演員，你才能完成一個視覺作品，但現在其實你有想法就可以完成。所以我其實是想廣泛的去找到這些年輕的有想法的，他也不一定是年輕的，他可能就不是幹這行的，但他是有想象力的有故事性的人，把這些超級創作者找出来，做一些有意思的內容，我覺得蠻好玩的。包括你演員這個職業是被動的嘛，你可能過去要演一個角色，你必須得等有項目發了找你了，但現在其實也許你有機會就利用自己的想法，就去完成就好了。因為真的
現在創作成本比較低了嘛？对，所以这个問題我也想過，會有一個綜合能力特別強的人，對於那些什麼都會一些，特別文字功底特別強的人，他們反而在影視這個 AI 時代裡面會有一些更好的展露自己的機會，就是因為現在生成的指令的方式就是輸入文字，然後通過語言的指令去把一個畫面變得更流暢，然後剪輯變得更，其實就是那些擅長做文字工作的人反而會。對，現在他是用文字翻譯成畫面，他以後可能可以用語音翻譯成畫面。但現在用語音到文字到畫面也行。其實對，或者甚至以後更有想象力，你的想象可能就可以接為畫面。技術的迭代其實是讓創作更平權。就過去是有資源的人才可能有機會，是現在可能你有想法就有可能性。對，確實。前段時間看到抖音上我在看一個視頻，就是兩個很年輕的人，好像估計也跟我差不多吧。以前他們是演員，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去演長劇或者說精品劇這種東西，但他們就靠豎屏，一個男孩當導演，女孩當編劇，然後他們所有的劇本、所有的妝髮都自己來，拍攝也靠自己掌機，看起來就是一個草台班子的感受，但最後他們出來的作品非常好，質量非常的高。有幾百，反正真的幾百多萬讚吧，做了一個系列劇的那種，然後我是看哭了，真的很好看。你要說他們是短平快嗎？就是他們的承載的媒介可能是他們是短劇，他們確實是短平快的，但是傳播的效益以及他們那故事的內核其實是家國情懷的，且蠻有意義的。他們能把自己的創作理念、想法，然後包括好的劇本，通過這種方式，然後用大家都用的媒介去傳遞出來。我覺得就是現在短視頻能夠給影視行業帶來衝擊，對，但 AI 肯定又會有一波衝擊。我覺得，因為現在已經有很多，除了微表情可能還有一些瑕疵之外，其實可能我刷到很多的 AI 短劇，已經慢慢很難看出來，那個邊界越來越模糊。對。然後演得挺好，而且真的有幾幀吧，就是真的是讓我覺得看不出來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員，我就覺得肯定又是一波衝擊。但是你要說真的讓我去學習 AI，我現在反而還沒有這個動力，就是也是因為一方面我也不覺得長劇市場會沒落，因為還是會有大家會喜歡真實，然後喜歡表演，喜歡那個真的情緒流動的那個狀態的人，然後我又還在努力中，所以現在有點分不出精力去那個東西。但就是 AI 所有的新的東西我也還是持一個開放態度，反正如果有機會的話也願意去學習一下。此時此刻的你就是面對其實長劇開得越來越少了嘛，這個世界急速的變化，你會有茫然或者惶恐嗎？其實會有一點焦慮的，特別是比方說去年年底的時候，各有原因吧，反正就延或者直接就沒有了，那個時候特別焦慮。所以年初的時候把工作幾乎排滿了的一整年，其實我覺得是對現在這個市場環境的一個心理的折射，就是我希望自己不會在這個狀態、這個市場環境裡面沒有工作。但是排滿的人真的很少。願意排滿且同時能被排滿的人是很少的，因為我有全公司演員的這個狀況嘛，所以我現在可能就處在一個把自己工作填滿，然後又好像還有點能力能夠把自己填滿的一個狀態，所以就變成了今年這個樣子。我有一個其實我這個身份不是特別應該問，但我確實有點想問的問題，你想結婚嗎？我對於結婚這件事情倒是我個人是沒有這個衝動。但是我爸媽包括家裡面是會有一些壓力的，就比方說前2年的時候媽媽還會說不着急，然後事業要緊，但外公外婆可能就從3-4年前就開始了，因為年紀也上來了都等着有抱孫子抱孫女。外公外婆不懂嘛，他們就會刷我演那些片段，我合作的女演員們，前段時間不是還跟那個小童有緋聞嗎？但我們倆真的純純的朋友，他們都信以為真了，對，鬧了多荒唐。那你自己有一個畫像嗎？就是你的未來的，對於另一半的嗎？對，我覺得可能還是比較自私的想法吧，希望大家能夠支撐彼此的事業，然後情緒上我是一個希望更被包裹的人。可是你也不任性啊，我也沒覺得你是個任性的人。我覺得我不是一個特別外放的人，但我的內在是蠻作的。我覺得就是我對一些精神或者說一些性格要求還是挺作的。我覺得你不作，你是比較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你不委屈自己。我也是這樣的人，我如果明確要一個東西，我是很清楚的，比如這是我的底線，請不要侵犯，然後這是我想要的，我會努力去爭取，就是不會隨意妥協。但我不覺得你作，我反而覺得你是邊界感挺清晰的人。
就是我有紅線，但我的紅線很低。就我有原則，但我的原則拉的下限不是那麼的高，我觉得。对啊，因为我的感受，你是一个蠻好合作的人，蠻好，因为周圍的人对你的蠻好說話，但我反而覺得這對於我的性格來說是一個就是喜惡同音吧。我討厭我自己跟喜歡我自己的點是一樣的。你不喜歡自己這樣子很好說話？對，但是我也很開心自己最後是一個好說話的人。就有的時候他確實是在社會關係裡面會覺得你的人緣還可以，或者說大家願意跟你合作，願意跟你分享他們自己，是因為你的性格，所以我會覺得還好這樣。但有的時候也是因為這個性格就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沒有稜角的人，或者是太容易被揉捏的人。對，所以有的時候我就希望自己身上有一些力氣，帶着可控的力氣，讓大家知道就也是一個有尊嚴的人。你知道吧？我懂。就像我經常被人評價說我很強勢，我就會很困惑，我很強勢嗎？我明明是個很講道理的人啊。就是你的紅線，你的底線拉特別高。然後我有時候問我的好朋友，我說我強勢嗎？然後他們就會說你怎麼會對自己有這個懷疑？你怎麼可能不強勢？但還好，我覺得我在你這裡沒有過體會。對，我就覺得我不強勢，我只是很堅定。就是我不行的事情就是不行。他們說這就是強勢啊。我說這不是清晰嗎？就是我感覺一個人清晰，別人比較好跟你合作，就知道這事咱就不要弄了。明白。這個事肯定行，就是很清晰嘛。但是我確實稜角比較多，就是對，這個是我覺得我要向你學習的地方。而且其實你也不是不好說話的人，反而是你可能把你的條條框框擺在對方面前了，就是覺得對，至少是敞亮的。我常常想幹一件事情，就是搞一個，比如說我的使用說明書，你是我的合作夥伴，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就這些事情是怎麼樣。你知道你們每個藝人，我們公司有一個叫白皮書的東西嗎？好像聽說過。對，我們每簽約一個藝人，包括他的團隊就要總結他的喜好，他的一些工作方法，他的一些禁忌和怎麼樣跟他溝通比較好。發現我的禁忌是沒有嗎？你的白皮書比較薄。然後這樣子，以免團隊交接的時候，他會不知道，就不用把犯過的錯誤再犯一遍嘛，他就會比較清楚一點。但我不知道現在這個事情還有沒有在公司執行下去。我會覺得有的時候，第一，我非常相信總結的力量。就一個事情你寫下來，你一定會更確信。我們每新簽一位客戶，我們會採訪他，採訪完了之後會把這個東西做成一個白皮書，這樣子也會跟他本人對稱一下，是不是這個樣子？我們有沒有誤解你？這樣子就會通過一些固定的問題，其實比較好了解一個人，至少生活習慣啊，或者什麼一些工作的喜好啊等等。就像有的人可能他一定要看劇本，但有的人就一定不要看劇本。不是說看劇本，就舉個例子，這一類事情是每個人不一樣的。比如有的人如果在一個工作機會裡被換掉了，他會希望你不要告訴他原因，或者你換一個好聽的原因告訴他。有的人就會希望你直接告訴我，你一定要告訴我真相，到底是為什麼，不要掩飾。所以就是每個人是真的不太一樣的。是。然後從他這些喜好裡，其實你就會更清楚的知道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人都是不一樣的，就是各種各樣的習性都有的。這個點做得很好，但確實在我身上我覺得還好，因為我也變來變去的。有的時候我可能就是希望你告訴我為什麼沒有上，比方說某個項目，然後有的時候我又不希望你告訴我，我自己都拿捏不好我自己，但反而就是怎麼樣也都可以。就是一會兒你會想知道真相，但一會兒呢又不是每個時刻都具備知道真相的勇氣，它其實蠻難的。因為像有的時候我比如說上熱搜或者幹嘛，我也不會想打開微博，我就覺得知道了就這樣吧。所以他們會問我，比如說我們要隨時向你匯報這個事情處理的情況嗎？我會說不想知道，因為我知道有人在處理。比如說今天的嗎？今天連我媽都來問我了，太好笑了。我始終覺得外界的聲音是一種干擾，沒有人能保證真的不受它干擾，所以比較好的方式其實先隔離一下，但你知道有人在幫你處理就可以了。因為你自己會帶着主觀情緒處理的時候，哪怕是我自己，我都會忍不住會犯一些錯誤的，是沒辦法的。我剛才問你的那兩個問題，就是你想要結婚和你的理想型，理想型打完了嗎？理想型差不多了吧？理解你。對，然後當然自私的一面就是外在形象的條件。這不自私啊，這不是。當然這個是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對，然後在這一方面之外，我覺得內裡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東西就是能夠有情緒包裹性，就他不是一個特別蠻不講理的人。對，還有一個就是我希望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我覺得，然後也是會感恩的人，我覺得這個也蠻重要的。但沒有一個很具體的畫像，我說實話啊，因為我還是一個比較看感覺的人。這兩個問題是李穎讓我問的。哦，really？他說你問他一下。我說你自己為什麼不問他？他說我不問，你去問。他沒有問過你嗎？他沒有問過我。你覺得你跟他之間的溝通是可以做到所有的問題都完全不行？為什麼？因為其實我跟穎姐，我覺得
我們關係真的有點像母子。雖然年紀上他還完全年輕到做不了我的媽媽，但溝通關係上会像，就是會因為大腦的邏輯方式跟理解某件事情的想法是其實完全相悖的，然後看劇本的喜惡和想法对某個人的評判就經常是南轅北轍。我們前2年全公司高管開會，他非常認真地表揚了你，並且進行了自我批評。在哪一件事情上？在選劇本這個事情上，就是他說你之前會選一些他不知道為什麼你要演的角色，但是你去演了之後，他看到你是真的在發光，他就理解你了。因为我覺得演戲這個東西對於演員來說還是蠻主觀的，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你可能在市場上或者說在大眾眼光裡面它不是一個所謂好的劇本，但是如果我個人喜歡這個角色，喜歡這個劇本，那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我一定是充滿激情和熱情，可能原本文字上沒有那麼好的一個劇本，它會被演得更像一個活生生的人，但可能某個劇本大家可能看起來它是市場的，它是有受眾的啊，配置很好啊，導演很棒，對手演員很厲害，但你自己對這個角色沒有那麼的熱情的時候，你可能整個劇的質量還不錯，你那個角色可能就在這個劇裡面被淹沒了，就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反正我跟瑩姐經常是吵架，這很正常。對，但是因為也是知遇之恩吧，然後也是大家心裡都100%相信，知道對方一定是為你好，就這個信任的這個東西我覺得也很重要。即便是他做了一個我完全無法理解的一個決策，或者說了我完全無法接受的一句話，就當下我還是會覺得原諒或者說你一定有你這麼做的原因。我覺得這個還是，這其實就是信任。我覺得就可以了。信任就是那種哪怕你今天說了一句很傷害我的話，我都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對。你記不記得10年前我們有一次團建，就是我們在哪裡的合夥人還有你們，當時我們新簽的那批新人一起去了一個郊區的地方團建，我好像記得晚上還有一個燒烤，第2天大家還有那種滑鋼索之類的活動，我有點不記得了。就是那是我們唯一一次組織跟藝人團建，那時候你們還在做培訓反正中間有一個周末大家就一起去，我想不起來了，反正有這麼一個事情。但也確實有這麼一個事情，因為我還記得我當時跟你們所有人說過，可能10年以後你們每個人的命運會天差地別。然後實際上現在就是這樣。是，我覺得我其實經常會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畫面，就大家都在一起較着勁兒，然後想要讓自己在培訓的那某一節課程裡面拿到更高的分數。我們還有很多匯報演出裡我要拿第1，要拿第2，就現在回頭一看，就當時走得很近或者說比的最較勁兒的朋友們反而可能都沒有在做這個行業了，或者就是散落在江湖，就還是蠻唏噓的。這10年整個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有很多我熟悉的人他可能是個巨星，然後他沒了，就消失了，從這個行業裡面消失了，因為這樣那樣的事情。有的人他可能是一個默默无聞的小朋友，然後忽然變成了一個很受歡迎的人，很多人跟你很親近的人也就不在這個行業裡了。就是這個世界10年是個感受好像很快，但其實它是個巨大的空間，讓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變化的空間。我們公司12年了，想想這都是很快的事情。我們公司才12年嗎？對啊，你快10年了。哇，那我也是老員工了，我是原始股了，算是。我們公司就是有一個大群，有所有的員工在那個裡面，然後每次有人加入的時候，大家就會歡迎他，然後每次有人離職的時候，大家就會送別他。我在那個大群裡，我從來不歡迎任何人，我也從來不送別任何人。我對離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多次了，所以我會有一種知道它一定會發生，只是你不知道在哪個當下發生的感受。我會經常說一些就是想走就走，每個人應該尊重自己這樣的話。然後我經常被我們公司的其他人批評說，你作為老闆不能講這樣的話，你要告訴大家要留下來，要怎麼樣。但我好像沒有辦法講這種你知道很企業家的那種發言，我沒有辦法。就是我從內心就是覺得工作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應該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你在這裡有所得，你就繼續留下去，如果你有更好的得，你就不要在這裡耗着。完全贊同。對，但是包括我跟藝人之間的關係也是的，就是如果我喜歡一個人，他不必一定要跟我合作，我們可以是朋友，或者他有自己其他的選項，我都非常的接受。我沒有辦法做那種
種，雖然我覺得我有很強的這個能力，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給人洗腦。我有時候覺得是不是因為我這能力太強了，所以我給人洗腦的時候沒有成就感，我就沒有辦法給人洗腦。我覺得是你自己的人生足夠丰盈，不至於說要去依靠某個人的存在來證明自己是不是足夠優秀的話，就會對人來來往往沒有那麼的。但有的人他可能更依附於別人的情緒，或者更依附於某個人對他的評價，是他就會更需要說這個人一直留在他身邊，或者盡快離開。他可能是承載不了這個東西，所以最後還是自己強不強大。我看到很多人可能在這個工作裡逐漸迷失自己。從我小時候，因為我們是服務藝人嘛，所以你經常會去一些光鮮亮麗的場所，然後我就會看到有一些我的同事在這個過程中迷失了自己，比如說一定要買名牌啦，或者一定要穿的怎麼樣子啦，就我覺得那只是我們的工作，那不是我們的生活。後來我又發現，可能我創業之後，有很多人他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所謂的操控藝人，或者一定要留下他們，不管是正向的或者負向的手段吧，我也不能理解。就我覺得自己的时间不是最宝貴的吗？你为什麼要花时間在一個，我覺得就像談戀愛嘛，如果你都不愛我了，我會要下跪的抱住你的大腿挽留你，我覺得這很不公平啊，這個關係就是一個不平等關係。但是我每次看到這樣的局面的時候，我都會有一種我這樣對嗎？因為我好像太不會這樣子做了，但是我又確實知道我沒法那樣。就在這個視角看你的心態跟看他們心態，我都完全能理解。就是為什麼會有的人出現，就是說我得不到你我就毀了你，或者是我跪着求你留下，就是希望你不要離開，我完全都能理解。那你現在面對工作呢？比如說你上了一個綜藝或者上了一個戲，你對他最後呈現的結果是會有一種強渴望，還是就比如拍完就完成了？我以前會對某個戲播出的效果有很強的渴望，在意，不管是評價還是他播出的效果，但後面就發現有的時候我自己充滿期待的東西，它反而不一定能夠成功，然後我自己沒有太在意的反而還不錯。我打個比方說值得愛，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項目，也是我很喜歡的角色，成片的質量我覺得也是很高的，只是它可能內核相對有點悲，前期又特別的歡脫，它有一個巨大的表演落差，也有一個很長的人物線，所以可能就需要足夠的觀影耐心和願意跟人物去共情的一個觀眾的心態，所以就導致很多人他如果只是日常生活追劇，他肯定追不下去，大家又可能不太喜歡那麼悲的故事情節。但是我自己在表演那個角色的時候，我是覺得很爽的。但比方說小巷人家、花少和現在就出發去參加這一些項目的時候，其實我並沒有說我要靠這個項目證明我自己多麼表演有進步，或者說我希望靠這個被大家喜歡。比方說去花少，我當時想的就是那段時間好累，我想旅行，团隊就說那我們就給你找一個旅行綜藝啊，這樣你又能工作又能玩。結果累的我真的是，其實在那之前還有一個綜藝到現在還沒有播，叫真正的勇士，那個是最累的，當時也是有這個項目去，然後就參加完之後，我覺得我所有的任何再苦再累的綜藝我都可以參加，因為那個真的太累。然後就出現了這個我想去旅行，然後他們就說那給你介紹一個旅行類綜藝，那就又當休息又當一個曝光唄。當然也是運氣好碰到了特別好的一個特別好的組合，然後大家人都很棒，这一段旅程也很好，不管是當下還是播出之後，哪怕是到現在我依然覺得都是特別特別美好的。然後再到小巷人家，當時去參加這個項目是因為跟正午的關係還不錯，我們之前也有過合作，然後他又在我的老家拍，那個戲是拍得非常的輕鬆，4個月吧，我大概只出工了40-50天，剩下的時間都在跟我的發小打籃球然後回我外婆家吃飯，騎小電驢在我老家轉，聽上去很美好，很美好，大家又都是同齡人，小童、晨晨、石頭，父母那一輩都是很厲害的演員，拍的時候大家就是跟着爸媽走，跟着感覺就把戲給演完了，不知道自己演了什麼就演完了。剛進組的時候我們都說這就過了嗎？張開佑導演是不允許我們去錄屏，所以我們不知道自己表演的東西是什麼，但是他最後可能就是因為很自然很溫情，大家都很鬆，然後就覺得演得好，就會收穫這樣子的評價，播出反響也不錯。但是當時我在去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戲會帶給我很多正向的反饋。去年其實就是花少之後就是小巷，小巷之後就是現在就出發，前年吧，這些都是前年嗎？前年吧，歷歷在目。現
現在周潤發也是當時就是參加一個綜藝，大家都是熟人，就一起去放鬆玩，結果又當時想着無所畏懼的一些表現，反而讓大家覺得人蠻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時候好像越不要對某个事情有期待，它不管是给你正向的還是負面的反饋的時候，你就越會覺得怎麼樣都好，變好了還是驚喜，不好也就那樣吧，只是人生的一個篇章而已，就有了這樣的感受。但是話雖這麼說，反正還是有一些自己喜歡的角色項目在播出的時候還是會緊張，就比如說現在愛是憤怒的那個角色我也是很喜歡，電影要上了619那個角色也是拍攝時間很短，但是很累，就現在回頭去看我覺得我都沒有辦法再挺過去那樣子的一個。那是你挑的嗎？對，因為我選的嘛，我也負責情緒的那個極致性，身體上付出的苦啊還是挺累的。第一次拍到就是直接低血糖暈倒在那個沙地上，但是對那個角色也付出了很多的熱忱。角色打動你的是什麼？是這種絕境感嗎？有兩個點吧，一個是角色在失控邊緣的時候是很有魅力的，一旦觀眾或者甚至演員自己都不知道我在下一刻要做什麼的時候，這個角色一定是有魅力的，因為他會做一些我們都無法預期的事情。另外一個點是，其實整個故事大事件在整個故事1/3的時刻就已經發生了，所以在故事的2/3裡面，這個男主其實一直在一個憤怒，因為這個電影的愛是憤怒，所以憤怒其實是一個情緒的主題。在2/3裡面，如果你一直在用一樣的憤怒的話，其實會讓大家覺得你有病。但如果你能夠在那麼多一段時間裡面把憤怒拆解成不同的層級，或者說不同的表達方式，我覺得是對表演很大的挑戰。原劇本其實更文藝一些，它有很多的空鏡的表達、環境的描寫，然後人物心理的表達，那些東西其實是在演之前只能是通過文字來概述，但那些東西在成片裡面是不一定會有表達的。所以我看的時候，我那顆文藝的心也被激發了起來，就會覺得如果能夠在這樣的一個電影裡面出現的話，應該還是電影之路的小邁步吧。在劇上我可能會嘗試一些離自己沒有那麼遠的角色，但我覺得電影就是要嘗試一些日常生活中根本接觸不到的情緒、接觸不到的人物、接觸不到的故事劇情，所以這個就是當時去飾演它的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吧。但是其實你的大部分角色還是比較現實主義題材的，就沒有那種，其實是我個人更喜歡，或者說我自己對自己表演的理解，我是覺得更生活流啊，更把動作跟台詞揉到一塊的表演方式是我自己更舒服的。但為什麼接下來要去演古裝呢？還是希望證明自己，哎，我這個也可以，那個也可以，所以我覺得就嘗試。你相信生命是有輪迴的嗎？你說我沒了以後我會出現在另外一個，沒想過，但是我相信的，因為我看過一些這個東西，我也相信宿命論這個東西。我想到這個問題是，我覺得啊，比如說古裝也好，什麼民國也好，現代也好，它其實都是人物。我覺得人的生命就是有輪迴的，在我的價值系統裡面，可能同樣的人，同樣的命運，它只是披着不同的外衣，在不同的時代，讓它講述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故事。科技水平不一樣，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樣，但是我覺得人的內核，對你的愛、你的恨、你的憤怒、你的慈悲是一樣的。所以我覺得古不古裝其實它只是一種造型，它只是一個話題的討論的寬泛程度。比如它在宮廷裡，它是一種什麼樣的語境；它在江湖又是什麼樣子的狀態。我自己覺得所有的角色背後題材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人物。這個人物他是不是身上有真情實感的發生？我看過很多戲啊，他的愛恨都無緣無故的，我就接受不了那樣的劇，感受到他是強制被要求此刻要有情緒，他的情緒是被安排出來的，而不是從內心產生出來的。這就像你剛才說的那個短的視頻打動你的一樣，它即便短，它即便只是豎屏或者是用手機拍的東西，我具體我不知道啊，但是它是真情實感，它就打動你。我是這麼看待的，就是如果這個人物身上他會有讓你心動的部分，是讓你感受到他的真，你可能就有力量跟他連接。同意。我這種勸你演戲的方式是不是挺好的？已經都洗完一輪了，對，已經答應了。哎，你有過那種特別負隅頑抗的工作嗎？就死活不去？死活不去？沒有。哇，我要頒一個獎給你。就我現在反而是什麼都嘗試，但跟我八竿打不着的工作也不會找到我，除非是人情世故的項目，或者說是個人的角度來切入說，哎，我跟你關係好，你來演我這個項目的話，我覺得這個我是完全不接受的。就即便是你跟我有仇，如果你的項目好，然後你認可我的能力，我認可你的制作能力，即便我們個人層面上有矛盾，我依然會接這個戲。但如果你的劇本是不 OK 的，你跟我關係很不錯，把這個項目強加給我，那我也是不行的。就這種拒絕你是可以做到的。這種我完全。你覺得你是一個善於拒絕的人嗎？
就人情世故在你這裡壓力大嗎？挺大的，得斟酌。其實我就是希望世界 peace and love 的話，往往很多時候需要自己有一些退让跟让步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麼我說我沒有稜角的原因。那你是畏懼衝突型的嗎？畏懼衝突型，回避型人格。回避型人格是不面對真相，畏懼衝突他只是不喜歡面對衝突，會以退的方式避免衝突。為什麼說自己是回避型？回避型也是啊，就是不只是感情關係裡，其實跟家裡人也是，朋友們也是。對相對親近的而言，大家都會覺得我經常會，比方說有衝突，然後感覺要爭吵，或者說要有一些矛盾的時候，我都是。這不是回避型，回避型是比如說我很愛你，你會覺得這個人愛我是無緣無故的，或者是我不敢承受這個愛，我就會躲掉。那我不是回避型。回避型它更多的是一種對真相的回避，而不是對衝突的回避，這是我的理解啊。跟回避相對的焦慮型嘛，我測出來也是回避型。回避型是比較把責任歸因在他人身上的。這個就是我覺得我這個人比較惡心的地方，就是對待外人的時候，我經常會把問題的根源或者說糾責揪到自己身上，但對親近的人，我往往會把責任推到對方身上，然後把自己身上的問題甩掉。你這樣講出來的時候，你會害怕因為這一點被攻擊嗎？反正最近學到的一個東西就是，如果你絕對的真誠、絕對的坦誠相待的時候，即便你是一個沒有那麼好的人，大家也不會討厭你。我持不同觀點。是嗎？即便你掏心掏肺、真誠以對，一定會有很多人被此打動和真誠信任你，但同樣很多人會利用你的這一點攻擊你。我還沒有見到這個險惡的一面。就是當你真誠以待的時候，其實如果抱着一個預期叫我足夠真誠，我就可以獲取他人的信任，大概率會失望。我覺得真誠是一種選擇，他就不能抱預期。抱預期肯定會失望，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存在着壞人。那就不要對所有人都真心以待，上來還是要對某個人有判斷吧。如果這個人是可以讓你坦誠相待的話，再去做這件事情。我覺得先篩選掉一些，我覺得我也是做了篩選這個動作的，我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坦誠相待，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都覺得還好。可能也是因為我知道這個道理，現在踐行到目前也還時間不長嘛，我會聽進去的。這個點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吧。就是我從來不考驗人性，因為我覺得人性經不起考驗。相信人性無異於賭博。我還是有的時候就覺得也無所謂。你選擇的時候，其實你要知道你要承受什麼結果，這個結果你能承受，我覺得你可以去放縱或者叫任性。但是如果你是帶着一種不知名的狀態，你就去篤定，很大概率會受傷。明白。因為我們公司很多的演員啊，他們都很不喜歡自己被稱為流量藝人。你現在就是很受歡迎嗎？你會排斥這個稱呼？流量藝人嗎？或者說有流量這件事情嘛，對你來說你會害怕或者排斥嗎？也會吧，也不會。比方說大家有一些營銷號啊，或者說一些視頻，他會把你的標籤就貼成比方說95流量小生的時候，我也就覺得因為我個人覺得到目前為止我還首先夠不上流量的這個位置，然後另外一個也是我會覺得可能會喪失更多的生活的自主權，可能生活的自由度都會被嚴重的影響。成名當然有好處，但是可能給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名聲的同時，要失去的東西其實也是很多的。我想做到的事情也是能把自己的生活跟工作達到一個很微妙的平衡。我覺得這個目前我做的還可以，既能夠在工作之餘、閒暇之餘享受我的生活，就我有這個選擇的權利。這個時間我可能需要休息了，我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這個時候我要把工作填滿我的生活，就是我現在還有這個可能性。但有一些真的走到那個位置的朋友，他們可能就相對來說能自主選擇的空間比較小了，因為他的行程都會被人跟着。对，这個只是私人空間的部分。那比方說所有的工作是真的是他自己想做的嗎？戲是他自己想接的嗎？不一定，因為他可能就會被東西所裹挾。他的歷練太長，所有人都會 push 他。对，但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很幸運的地方，就是首先我的團隊包括一心對藝人的態度，他不是說我要你做這個你就做這個，會給我們洗腦，但是依然在尊重我們自主意願的前提下洗腦。如果你洗完我沒被洗成功，也就算了對吧？這個是我覺得我們公司還算人道的地方。反正就是我覺得這個微妙的平衡達到的還不錯，然後我也有時間陪家人跟朋友出去，當然會損失掉很大一部分自由的空間，但我覺得那個就是作為所謂的流量藝人需要承擔的一些東西吧。運氣是好的，我的就是沒有變成失控的樣子。我覺得你很清醒，我總結一下你的清醒啊。第一個我覺得你是個有警惕性的人，很多人是這個職業的人啊，他
他是沉迷於一種被喜歡的狀態。我觀察過，比如有的人可能在舞台上一舉手一投足，幾萬人為他歡呼吶喊，那個東西的上癮程度啊，就你能感受到他的靈魂都在燃燒，他太享受那個舞台了，他太享受发出來的一個聲音，所有人都如此的喜歡我的那個狀態。我沒有說這不好啊，做這個職業是需要這個東西的，但這個東西同樣也會讓人迷失。被喜歡的迷失是一種，用我的話說叫正反饋操控，就是我用這個事情不斷的給你的正反饋引導你一直幹這事，一直幹這事。其實它是很隱性的威脅，你知道有時候負反饋你還會有警惕心，你會知道啊，他說的可能不對，我要警醒自己。但有的時候太被喜歡是很容易迷失自己的。我覺得你還蠻清醒的，因為我覺得我有個優點，是我很知足，就像我做這個行的原始動機一樣，就是希望拿到一個白領的工資。讓我覺得已經非常夢幻了的點，就是回到自己家裡面，看到爸媽、外公外婆、爺爺奶奶很健康的時候，然後我比我同齡的孩子們，就是我的同學們，生活都更優渥的時候，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然後有更多的自主权，有更多的可以去選擇出我休假或者說享受人生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已经非常知足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优點。另外一個優點就是比方說未來到期後，比方說有一個好的學習的機會，我會做一個取捨的，那我是要繼續幹這個還是幹那個，就是開放。但如果比方有真的好的影視項目機會，我一定會選擇繼續拍戲。真的有機會像你一樣，我們能去看看世界，去學習一些東西，我也願意去。因為現在的生活我覺得已經非常好了。我有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有點不太好的東西，就是我的爸媽，包括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你沒有辦法跟他們形容你現在的工作，你會覺得他們跟你在兩個世界，但努力想要去支撐你的那個樣子是很辛苦的。他想幫你，但他又幫不上忙。他幫不上忙。對，就是其實你現在收穫的是超越了你當時的預期的，所以你就其實是滿意的嘛。對，那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嗎？不滿意的就是我希望演的項目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按照預期去走的，在某一些競爭中，其實沒有拿到自己最後想要的結果。對，就是還是會有很多自己喜歡的角色，因為各種原因，這很正常。就像有時候我想簽約一些藝人，他最後沒有選擇我，他選擇一些很爛的經紀公司。緣分，我就知道他以後一定會後悔的，因為他確實就沒有實現嘛。因為我們不忽悠人嘛，他們可能會承諾很多他們最後做不到的東西。我是從來不做這些承諾的，但是也沒辦法。我覺得不被選擇的時候，不會去想是因為我不好的，可能他們此刻彼此需要的一些東西，正好彼此能夠給予，恰好我不能給予，但我不會因此而去做一些我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有一些東西可能要你演，或者有一些事情它就需要有一些非常規操作，你也能拿到，那你要嗎？你不會去操作的，因為你不是那樣的人。所以我覺得最終就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命運，什麼樣的機會屬於他，那個就不是你的機會，但是你會有真正屬於你的機會的。我是非常相信磁場的這種相吸的，有一些事情他們更看重那些虛的東西，最後這個事情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格局。這真的不是自我安慰啊，是經歷過太多次這樣的互相選擇之後看到的結果。在人與人的工作裡，信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如果不信任這個人的能力，或者不信任這個人的人品，我就會選擇不要合作，不管他身上有多少有利可圖，我都覺得我可以不圖。但我就覺得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對齊的一件事情。可是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有博弈的。你是在單純的做藝術創作，但他們是在馬局做生意，就我們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所以呢，我一直覺得人生要以暴制暴。如果在我還很弱小的時候怎麼辦呢？就是回撤，沒有別的路，讓自己長得更大一點。明白。因為有的時候這就是天時地利人和不匹配的時候，東西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匹配。明白。不匹配你就是拿不下來。人的進步往往都是由那些得不到的東西牽引着走的。我媽就跟我說嘛，人生失意處正是修行時。她就覺得現在應該讓我修行。唾手可得的東西就是你的舒適圈嘛，那你就會迷失掉的。只有那種你有想要，你還差一口氣的時候，你覺得原來我還不行，我還該再努力。也是因為我自己還不夠強大，變得讓我的職業道路變得特別矛盾。一方面又想要讓自己在這一條職業道路上走得更遠一點，或者說更往上走一點，然後可以拿到自己更想
要去的角色，或者說更想去演的戲，然後另外呢就是又不希望自己變得太失控，它是一个很矛盾且衝突的事情。因为你在玩一个难的游戏啊，你搞的是微妙的平衡啊。对对对，在搞这个，你要是要搞极致的奋斗，你就没有这个冲突了。那就是因为你要的东西就是一种最难实现的状態，所以它其實是一種1+1+1+1，就別人可能有一個足夠多的流量就完成的事情，你可能就是得流量加口碑加好感度加演技加其他的外力，你才能跟他打一個回合。就如果你不玩那個遊戲，你就得用別的方式去強大自己，這就是選擇。同意，我還是覺得運氣挺好，就是像參加綜藝會被大家喜歡這件事情，也是一個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焦慮去之前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人喜歡，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人罵，然後剛播出那幾集確實被網友揪裡面的一些點的時候，其實也在一個很內耗的狀態，但是後來慢慢越來越好越來越好，到現在就出發，可能大家都覺得你是一個好玩的人的時候，就是那個感受是還是覺得蠻不錯的。沒想到自己還有能被大家喜歡的真實的一面，我覺得那個對於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讚許，就是你做自己就可以被大家喜歡，對，其實就很快樂。就是這個是我從綜藝上反哺到我拍戲上的一件事情。剛開始參加綜藝，大家會說，哎，擔不擔心綜藝消耗你太多的演員的這個對你的神秘感啊？多少會有，但是在那個時間段裡，反而是我覺得花少和現在就出發，反而讓我在表演上放掉了一些枷鎖的。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統一的定律，就你只能通過這件事情達到一個什麼結果。它很多時候是一種排列組合。就這會兒哎幹幹這個，正好給那個填填空，幹幹那個哎加加分，結果反而還出乎意料的不錯。總歸是你的命了，接受命運給你的饋贈。騰哥說還是您自己的造化。沒錯的，過去覺得好多時候一個經紀公司有多厲害或者怎麼樣，我後來才意識到大部分人啊，我覺得是藝人自己的命。因為我真的覺得很優秀的人大有人在，就憑什麼我紅了？憑什麼他們沒有我好吧？就是學習也是那個時代裡覺得身邊的優秀人那麼，但最後我真的是選擇權最多的。我也想過這個問題，答案是我無法知道原因，但我可以知道當我擁有了這個能力的時候，我可以做點什麼。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這份饋贈你是濫用它還是珍惜它，會決定你是不一樣的人。沒有什麼憑什麼，你就是得到了，那得到就用好它。明白。你明天走嗎？沒有，明天休息，大後天走了，大後天去錄綜藝了。去哪裡啊？西雙版納。哦，那不錯。但那個綜藝也挺累的，叫尋寶藏，跟一幫同齡人好朋友們一起去在一個村莊裡面找線索，找一個節目組藏在很深的地方的一個寶藏。這時候的西雙版納有點熱。對，上一次錄的時候快顛了，都快中暑了。每次都在那裡嗎？我們這一季在那兒，第一季在杭州。好，就這樣吧。好呀，over 咯，拜拜。